你是不是常常也烦恼上班究竟要怎么穿？穿得太正式呢，像偷穿妈妈的衣服；如果太休闲呢，又好像没有长大。精心打扮一番之后呢，结果抢了主管的风头。翻一翻时尚杂志，老前锋、劲奢风、华尔街精英风，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上班究竟要吹什么风？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呢，在我的频道里面分享过非常多的职场心得，也分享过很多的穿搭心得。就有观众给我留言说，安娜可以直接告诉我们上班究竟要怎么穿吗？安娜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上班穿什么才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学生？20岁到30岁呢，是人生迈入职场的第一个10年，对大部分的事情呢，都懵懵懂懂又充满了干劲，因为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了。如果你和我当年一样，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精进自己的工作能力上，我相信你应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职场到底要怎么穿。不怕跟你们说，别看我现在在这边讲的头头是道，我当时也是对穿搭一头雾水，而且在我上班的第一天，就因为我的穿搭给我的主管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我这么多年来算是摸爬滚打，真的是走过了非常多的弯路，也被很多的前辈提点过。我现在呢也工作这么多年了，也自己当老板了。当我看到办公室那些乱穿的男生女生们，这些新鲜人们，突然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把这部分的心得来和你们分享一下。刚好接下来也要进入毕业季、面试季了，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职场人必看，给大家整理了7个职场穿搭常常会犯的错误，也顺便来和大家聊一聊上班究竟该穿什么。这一集学会了，真的是可以从你刚入职场一路穿到退休。今天分享的穿搭呢，大部分都是来自我的好朋友 Lily Silk 的新品。频道的老观众应该会知道，我其实分享过无数次他们家的东西了。最初呢，也是因为他们家的床品，我被拉入 Lily Silk 这个坑的。现在呢，每一季收几件 Lily Silk 的衣服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衣服每一件，不论是材质的选择还是版型，都深得我心，触感超绝，超级适合我这种又想要舒适穿着，然后又有职场需求的都市丽人。安安静静没有 logo 就可以把人身上的气质带出来，穿过很容易回不去。那今天穿着的单品的链接呢，我都放在资讯栏。之前每一次穿搭的影片，大家都说啊好喜欢好喜欢，然后一直问这个单品的链接，我明明都有说啊。你每一次都在最后才说。今天就一开头就说，免得大家就说我分享穿搭又不发链接，都没有诚意。好，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记得使用折扣码下单咯。职场穿搭的第一个错误呢，就是你的衣服和职场文化不适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网络上搜寻过职场穿搭？大部分蹦出来的那个结果呢，都会教你是那种非常正式的穿着。事实上，在职场穿什么呢，还是要看你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譬如说你在金融或者律师事务所工作，像这一类工作场合呢，它是有明确的 dress code 的，而且会规范你哪天可以穿正装，哪天可以穿便服。那如果你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呢，就要去遵循这些规范。又或者呢，你是在一个新创公司工作，整一个公司氛围呢是相对比较活泼的，那你如果穿了一整套套装，或者穿的比较拘谨去上班呢，就会显得你像一个格格不入的老古板。再或者你是在时尚产业工作，公司呢鼓励每一个同事都可以成为 fashion baby， 那你如果穿的太普通呢，就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没有棱角又没有品味。还有就是大部分人在普通的公司上班，结果你去上班穿一个那种超短裙，超性感。所以呢，在我们纠结上班究竟要穿什么之前呢，第一件事情是先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公司究竟在做什么，公司的文化是什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公司的前辈，大部分公司的前辈他们是怎么穿的。如果你在的行业呢是比较保守的传统行业，那你在选择衣服的款式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选那种特别夸张的款式，尽可能就简单。然后颜色的部分呢，你可以去选一些大地色系，或者最保险的黑白灰，这些中性的颜色都是你最好的选择。那如果你在创意或者时尚产业工作，在公司氛围允许的范围之下，你可以适当的大胆一些，但是注意也要拿捏好分寸，因为你保不齐哪一天突然要见客户，你穿的太夸张，你会吓到别人。就像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身处是在娱乐圈、娱乐行业，大家想象中的五光十色的样子，觉得好像我们这个行业就夸张的人会比较多， drama 的人会比较多，但事实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穿搭，就跟大家想象中职场的穿搭几乎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然也会有一些穿的比较轻松的时候，可是也不免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其他行业的客户，我们有要见客户的需求，或者见工作伙伴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穿搭就要相对的严谨一些，正式一些，不要让我们自己看起来非常的不专业，这也是我们面对我们工作的礼仪。总之呢，职场穿搭的第一个要义呢，就是找到个人风格还有公司规定、公司风格之间的那个平衡点，既可以展现自己的个人品味，又可以帮忙你融入这个团队。这个功课做到位呢，你职场穿搭堪称第一步就已经所向披靡了。而且如果你是在面试之前就已经做
做了这个功课，我相信你面试的第一印象分就会比别人高很多。职场穿搭的单品里面，如果要我选一个最百搭的单品，那肯定是白衬衫。如果我去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只能带一件衣服的话，那件衣服一定是白衬衫。白衬衫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样式，你出去逛街，几乎每一个品牌都有出这样子的白衬衫。我自己也买过非常多牌子的白衬衫，然后各种各样的材质，各种各样的设计，但是版型好不好，穿上身的那个效果完全就不一样。我自己在买白衬衫的时候呢，最先看的一个地方就是肩膀这里的设计，有非常多快时尚的品牌，拿起来看一看，那件衬衫还蛮好看的，可是穿上身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肩膀这边很不漂亮。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嘛，我头很大，然后肩膀又窄，如果我遇到那种版型不好的白衬衫，穿在身上真的非常的灾难。那这一件白衬衫呢，就是我在工作场合非常喜欢穿的一件白衬衫，它这边的肩膀的设计呢就非常的漂亮，穿起来之后呢，整个人是很挺拔的，就完全不需要在肩膀这边去加一些垫肩啊或者什么，直接穿起来你的肩膀就非常的漂亮，直角肩的那种效果。这一件我一拿出来，大家应该就已经看出来了，它的材质呢是真丝的，因为看起来就波光粼粼的，你穿在外面呢就会忍不住让大家多看你几眼。我之前在频道里分享过非常多真丝的制品跟服饰，然后每一次分享的时候呢，都会有观众跟我讲说啊不敢买，因为真的觉得没有时间去护理这个衣服。上个礼拜我还有收到一条观众的留言，我觉得很有趣，想要跟你们分享。那个观众跟我讲说，每一次穿这样子丝质的衣服或者亚麻的衣服，虽然真的上身的时候好漂亮，可是呢每一次穿之前都要熨半天，然后洗的时候呢还要去送洗，就觉得每个礼拜漂亮这么一下就要花这么长时间为这件衣服去做牛做马，我就觉得这个留言好有趣啊。所以今天呢在选这个白衬衫单品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拿了这一件衣服想要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在选一些真丝的材料的衣服或者一些亚麻材料的衣服的时候，去看一下这件衣服它有没有标示是可机洗。虽然这一件衬衫呢它是100%的真丝，但是呢它是可机洗的，上班穿一穿之后呢脏了你就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直接把它洗掉就可以了，非常的省心，不用去送洗，不用花精力，职场人的心头好。我这条呢已经洗了非常多次了，也没有破，然后也没有缩水，也没有变色。日常一点的呢，我就会搭配牛仔裤，这个造型呢就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造型，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一般场景下见客户都非常的合适。那裤子的部分呢，把它换成白色的牛仔裤也很合适，因为全身白，我就会在腰带上做一点点缀，让整个人看起来呢有一些的重点。那除了白衬衫之外呢，像这样子的浅卡其色的衬衫，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在盘痛公开的2025年的年度代表色里面呢，他们选的就是摩卡慕斯色，其实跟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像。这个颜色衬衫呢，跟白衬衫比起来，你会觉得说它会更加的沉稳一点点。在影视剧里面呢，也非常常见主角会穿这样子颜色的衬衫。我个人呢，会更喜欢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去选择这样子的颜色的衬衫。我也会搭配正装的裤子。那这件裤子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因为它的腰部这边可以调节，如果身材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穿。但大家如果喜欢这条裤子，在下单的时候，我觉得要注意一下，因为我觉得它的 size 是有一点点偏大的，最好去量一下自己的腰围是几公分，然后臀围是几公分，相对会比较准确一些些。那这个 look 的话呢，整个人都是摩卡慕斯的感觉，所以配饰呢，我也会用这样子皮质的手表，再搭配珍珠的首饰，这样子呢，整个造型不至于太暗。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你的衣服和工作的场景不适配。比如说今天要开会，要去见客户，结果你穿的呢像要去便利店买茶叶蛋；明明今天是公司同事之间的聚餐，结果你穿的呢超隆重，像要去参加婚礼。这个错误呢，真的是非常多的职场新人会犯的错误，甚至有很多是职场老人，已经步入职场非常多年了，还在犯这个错误。因为确实穿着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场合是需要一定的场合敏感度的，而这个场合敏感度呢，就需要你不停的试错，甚至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提点你之后，你才会突然发现说啊，原来我在这个场合应该穿这件衣服。和大家分享几个我的亲身小经历好了。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前半年呢，常常就会因为工作场合穿错衣服，让大家觉得我好像怪怪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是在和黄小琥老师工作的时候，我呢就穿了一件非常休闲的大 T 恤，然后加上一件短裤，再加上一双厚底的球鞋。其实我觉得那件衣服日常生活穿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就是真的是刚毕业的女学生会穿的衣服的样子。然后那天
天呢，我就在前面走，然后小虎老师就在后面走，然后就等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我的时候，小虎姐就拍拍我的肩膀说：“马提尼。”我那时候名字叫马提尼，为什么叫马提尼？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好，小虎姐就跟我讲说：“马提尼，下次你在家里睡觉的衣服就不要穿来工作了。”哇，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别人提醒说，原来我的衣服是不应该在我上班的时候穿的。我真的非常感谢小虎姐，因为如果不是她跟我讲，我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有一些衣服是不应该穿在工作的场合的。明明那件衣服很漂亮，可是我就不适合那样子的场合，因为会有很多人跟这个团队接触，我站在最前面，我就代表了这个团队，我穿得非常的休闲，就显得这个团队好像不那么的严谨。我跟你讲，小虎姐是对你很好。对，如果她就直接骂，毕竟她是灭绝师太。没有啦，小虎姐私下真的非常的 nice， 我真的好爱她，好喜欢她。我也非常的感谢我在刚刚迈入职场就遇到一个愿意跟我直言不讳，而不是在背地里说马蒂尼这个人好奇怪的这样的一个长辈。OK， 还有一个案例呢，但大家想不想听讲这么多的案例？还有一个经历呢，也让我有非常深的印象，一样是在我工作前半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一样是跟着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艺人一起去工作。然后呢，在我们工作结束的那天晚上，他的妈妈呢就在上海非常非常高级、有100年历史的一间饭店呢，邀请大家一起去吃晚餐。对我来讲呢，就是大家工作结束之后一起去吃一个晚餐。当然，在晚餐之前，艺人的妈妈有提醒我一下，说，晚上的衣服可能要稍微准备一下。但是我其实没有意识到什么叫稍微准备一下，因为我也没有仔细去研究那天晚上的那个场所究竟是什么。职场新人嘛，根本就不会懂那么多。我到了那个现场，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是一个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饭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这么严谨的一个场合，这么讲究的一个场合。然后呢，那间饭店它就会要求你必须要穿盖住脚踝的裤子或者裙子，不可以穿得很短。我呢又穿了一件短裤去了，就是很喜欢穿短裤。当然，因为我们选择的是包厢，所以后来那个餐厅还是有让我入场。可是呢，那一次就会让我知道说啊，原来有一些场合是不可以这样子随便穿着，它是有一些场合的要求的。所以在那次之后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是什么样的饭局，我都会仔细看一下那个餐厅它究竟是什么餐厅，翻一下这个餐厅是不是有一些着装的要求，避免在入场的时候再遇到这样的尴尬。我认为对于一个职场新鲜人来讲，确实第一次的时候不会知道这一些条条框框、这些美角在哪里的。一定是经历过之后，你才知道说啊，原来是这样。刚刚分享这些案例，大家就会发现，有一些时候我们所谓的工作场景跟工作内容，它并不是完全理所应当的挂钩的。比如说今天你收到通知，团队要开会，可是这个开会呢是一个内部的创意会，是个头脑风暴，你就没有必要穿得很正式，你穿得轻松一点去就可以了。那你今天如果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听到是一个聚餐，可是这个聚餐它是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它有着装要求的这么一个场合，那你就不要穿得太轻松，像我一样穿短裤去，就要符合那个场合的 dress code。毕竟在很多人的眼里，你怎么穿反映了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第三个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穿着过于休闲。虽然我们刚刚讲有一些工作，创意的工作、时尚类的工作，你可能不需要穿得太过于正式，可是呢，不论什么样的工作，我都不建议大家穿得太过于休闲。工作的衣服还有居家的衣服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区别。一来呢，是对于你这个工作的尊敬，对于你工作同仁的一个尊敬；二来呢，对于你心理上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暗示，就是你告诉自己，换上这套衣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我现在在工作那种感觉，进而呢，就会让你更加容易打开你的工作模式。那如果你希望买一件衣服，既可以在生活中穿着，又可以兼容你的职场生活，让衣服的利用率 up 呢，我觉得针织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这一件呢，就是我在职场生活非常常穿的一件羊绒的针织衫，它是一个正肩的设计，不会过于正式，也不会过于休闲，下面配任何的下装，不管是裙子也好，还是裤子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这件衣服呢，非常的柔软，因为它的材质是100%的 baby cashmere。baby cashmere 之前在穿搭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过，对不对？我非常喜欢这个材质的衣服。对啦，不会有人不喜欢，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baby cashmere 呢是12个月以下的小山羊身上拿下来的毛毛制成的衣服，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稀有。穿在身上呢，就是有一种低调的金贵。不过大家放心啊 ，baby cashmere 在采摘的时候呢，绝对没有伤害到任何的小山羊。这个小山羊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呢 ，Lily Silk 他们非常重视环保可持续，所以他们在材料的一些采集上面呢，都是坚持可持续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会选择他们的一个原因。其实长这样子的针织衫呢，非常的多，有很多针织衫我看起来觉得还蛮好看，可是我一试穿之后呢，我就会觉得说好扎，尤其是领口、袖口这种位置，一整天我就会觉得说这里有东西。然后下班的时候，这边都
都是红红的一块。我是那种如果衣服不舒服，我一整天都没有办法集中的那种人。我是不是有 ADHD 啊？所以衣服舒服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穿在我身上是没有感觉的那种状态，是我最喜欢的状态。那颜色的话呢，它就是这样子的奶奶白白的样子，它是无染色的，也就是说这件衣服的颜色就是本来羊咩咩的那个颜色，非常的百搭。然后它袖子这边的设计，它这边是有一个束口的，所以这边看起来呢就是有一种泡泡袖的那种感觉，优雅之余呢也会透露出一点少女感。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松弛感穿搭的时候，这件衣服已经上身和大家分享过了。那我身上这件针织衫呢，跟这个 Baby Cashmere 的针织衫呢，它的版型上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我刚好穿在身上和大家来做一个对比。我身上这件呢会更加的修身一点，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曲线更明显，作为内搭呢也更加的适合，氛围上会更加干练一点，配这样的牛仔裤或者裙子都蛮适合的。这件针织衫呢，我非常喜欢它肩颈这边的设计。其实我的肩颈的条件真的非常的不好，不但是头大肩膀窄，然后侧面这边呢常常有一些衣服如果设计的不漂亮，就会显得我虎背熊腰的。很多针织衫穿在我身上，这边的赘肉超级明显，就很容易这样一棱一棱的。可是这一件呢就完全不会，穿起来就是一个精致的姐姐。再来呢，因为它的材质的部分它也是真丝制成的，所以舒适度对我来讲也是满分。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水洗标，它也是可机洗的。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种娇嫩娇贵的材质，就是尽可能去买这种可机洗的，这个是我在保养衣服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4个误区呢，就是夸张的大 logo 布灵布灵的配件。尤其刚刚初入职场的时候，你身上如果有非常多夸张的大 logo 还有布灵布灵的配件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让你的同事还有上司呢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显眼，而且这个显眼并不是什么好事。这类一眼就看出牌子的服饰呢，大家查一查就知道它的价格带大概是在哪里，非常容易让自己被定义，除非是你真的自己非常愿意这样子被定义，要不然你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干嘛变成活生生的广告牌啊？还有些人呢喜欢全身金光闪闪的大耳环、粗项链，上班呢还戴个墨镜，在我们这一行特别多。这个真的是我个人的意见呢，个人的喜好，不代表我一定是正确的。当然，我觉得私下生活大家穿衣自由，想要怎么穿都可以，这可以显示出你个人的品味、你个人的喜好，是你个人的性格。只是我个人真的常常看到那种满身 logo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呢，我真的会觉得你上班的场合这样看起来真的不太聪明的样子。你就会被骂？没关系，被骂就被骂吧，我真的这是我个人的喜好问题。什么 London Boy 啊，然后一个很大的 boy 写在身上，那种裤子整个全部都是密集的老花的 logo 啊。好了，我不懂。那如果你想要在职场上真的很忍不住，很想要让别人觉得你的外在、你的穿着很贵，比起那些浑身都是大 logo 来讲呢，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材质更好的、剪裁更好的这样的衣服呢，会让你在不经意之间去透露出一点贵气。那职场的配件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想要走一些小心思的话，可以搭配一些这样的丝巾，很多职场剧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穿搭。也可以选择一些原本就带着一些特殊设计的高质感的上衣，比如说这一件衬衫。它的这个胸口呢，就带了2条这样子的飘带。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个飘带打成一个蝴蝶结。像我呢，就是直接这样子垂着，既有一些小点缀，又不至于太可爱，基本是不会出错的穿搭。这件衬衫呢，搭黑裤子也是蛮好看的，它可以综合掉一些黑裤子带来的沉闷。说实话，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黑裤子，因为我实在觉得它实在太暗了。因为我个子原本就不高嘛，再穿一个黑裤子呢，就觉得好像我整个人身高就被压住、被封印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职场很多的场合又不得不穿黑裤子，所以呢，我在选择黑裤子的时候呢，也会去个别选择一些它有剪裁上面的一些巧思的。比如说这条黑裤子，它在脚踝这边它有一个开叉的设计，在你走路的时候呢，你的脚背就是若隐若现的。再加上它整个版型是有一点点喇叭的那种感觉，就会让你整一个腿部更加的修长。那饰品的部分呢，我个人觉得在职场的穿搭里面最百搭、最好用的一个饰品呢，就是手表。像我手上这个小金表，它是这种绿色的表面的，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然后像金色的表或者皮质的表带，我觉得都很适合搭配像珍珠的耳饰或者金色的、银色的这一种比较简约大方的款式，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那这部分呢，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如果有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看这一集。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某一个品牌的精品，那一整身的穿搭里面有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个小包包啊、小丝巾啊，或者一个小腰带啊，露一个 logo 就可以了，既有重点又是不经意的精致。记住 ，less is more。职场穿搭的第5个误区呢，就是学生味很重，有非常多的弟弟妹妹人离开了学校，可是衣服没有离开。那刚跟小欧姐一起的时候，对，
我就是一样把我那一卡皮箱拎去了我工作的城市，我的审美也并没有因为我的身份转变有了升级。我常常有看到很多初入职场的新鲜人，就是背着上学的那个书包就跑来上班了，然后一整身穿搭呢也是非常的学生味的，双肩包没有不好，青春也没有不好，只是不太适合职场。尤其是当你在初入职场还没有建立起你的职场影响力的时候，你太过于学生的装扮很容易被人家忽视，而且很容易被人家使唤。哎，妹妹过来一下，帮我点一个咖啡，帮我印一下这个。变成便利贴女孩怎么样？不变便利贴女孩可以去看这一集。所以呢，服饰上面可以去表达亲和，可以表达青春，但不要让你看起来太没有距离感。宽松的 T 恤呢，放在家里穿，周末穿，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穿，上班的时候呢，就记得去选精致舒适的单品。很多工作其实上班的时候要带电脑的，资料又很多。像我的工作就是，我上班要背的东西真的是堪称一大炸药包。我上班第一个精品包包就是 Neverfull， 真的很好装，可以装很多的东西。唯一它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它的肩带太细了，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的就是那种肩带宽一点的大的托特包，又可以承重又好装。不是说要让大家一秒变老，而是要用轻松又精致而且适宜的妆容还有穿搭，告诉自己一个身份的转变，我是来上班的，不是来教功课的。职场穿搭的第6个误区呢，就是细节没有顾好。很多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会为了新的工作或者面试，花很多的时间还有钱去挑一整套的西装、帅气的鞋子，但是呢，真的上班的时候，那件衣服在身上皱皱巴巴的，然后鞋子呢很脏，内搭的 T 恤呢可能黄黄的，哪里还没有洗干净。与其你穿一件皱皱的名牌衬衫，不如穿一件烫的平整的平价衬衫。这个就是穿搭的态度。还有一个细节，大家非常容易忽视，我觉得是很多没有进过办公室上班的人都有可能忽视的。很多比较轻薄材质的衣服，你乍看之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穿在身上会非常的漂亮。可是呢，公司的灯光跟我们平时店铺的灯光或者家里的灯光不太一样，有一些公司灯光它特别的亮，而且白光居多。如果刚好你的工位是在某一颗灯光下面，就会让你的内搭非常明显的透出来，真的会非常的尴尬。这件衬衫大家应该常常看我穿，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因为它袖子这边的设计啊很浪漫，它是一个花苞的那种感觉。可是呢，这件衬衫我穿着的时候呢，通常是在我可控的环境里，比如说我是在家里面，或者我很熟悉的场合里面。那如果去一些比较不可控，比如说很亮的地方，我就不会穿，因为它这个材质是相对比较轻薄的。如果你的内衣不是肉色的话，就非常容易被透出来。所以呢，穿这样子的衣服呢，就一定要注意内衣的搭配，避免到了办公室之后呢，才发现自己内衣被看出来那种尴尬。还有一些裙子，像这一件裙子呢，应该已经停产了，可是它很漂亮，所以我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蓝色呢，非常显皮肤白，我每次穿的，我们全家人都夸我是公主。这件裙子在穿的时候，你站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漂亮，但是它穿去上班就绝对不合适。它的整个长度是很短的，加上它的材质非常的丝滑，你一坐下之后呢，整一个裙摆会划过你大腿这边，所以你腿根这边会整个露出来。所以像这类裙子呢，真的就是约会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会更适合一些。那在职场穿搭的时候呢，大家就记得每天出门前花3分钟的时间检查一下自己衣服有没有整齐啊，领口干净吗？鞋子有没有很脏？然后试穿新衣服的时候呢，就记得站到白光下看一看这件衣服它会不会很透。请记得你穿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你的名片。再来这个错误呢，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你的衣服吵到我了。大家可能会奇怪，什么叫衣服吵到我了？衣服又不会讲话，因为材质的关系，尤其是一些运动材质的衣服，在身上就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然后还有一些衣服呢，它是有一些吊坠或者有一些设计，走路的时候会叮叮当当的。特别是有一些鞋子，走起路来的时候啊，就会啪啪啪啪很大声。那以上这些种种呢，在一些工作的环境，尤其是某一些工作环境，它相对比较安静的，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因为你的衣服很吵，让大家来关注到你，相信我，这样的关注你绝对不会想要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职场穿搭的7个误区，有没有刚好说到哪一些误区是大家不小心有踩到的呢？今天分享的这些穿搭的造型，又有哪一套是你觉得很喜欢的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希望今天这条影片呢，可以帮忙大家在接下来的职场生活里选到更合适的穿搭。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热推啊！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